今天啊，请到一个长期晕倒症患者小雨，我们嗯就闲聊。那今天的采访应该是非常特别的，实际上我们俩商量了做一个互相的采访嘛，就一些嗯，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啊，进行互相的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词是精神自由这四个字，我还特地去 YouTube 搜了一下哈，讲精神自由的你排嗯，第一。然后后面就到什么斯哥多学派啦，到哲学了，就没有什么人在讲了啊。希望大家还是会听。那我们会就精神自由做 YouTube 教育2+都围绕这个关键词来展开。我想小雨，你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个大概的关于你的频道的自我介绍？好的我来自我介绍哈。我嗯，是网上的名字很奇怪，叫一个长期晕倒患者，对因为我全网的名字都叫这个，是因为啊，我最早是在小红书上跟别人去吐槽，说我常年有低血糖、低血压、低心率的毛病，老晕倒。跟人家探讨这些，他们是怎么提高自己的身体体质的。其实就本来不是来做自媒体的只是一个闲着没事干玩一玩的一个事儿，从小红书起步的。现在今年42岁，提前退休了以后，我有了嗯大量的时间。我现在就在做我觉得我自己更想做的事儿，就是写作。嗯因为写作写完了，你把它拍成视频，也就一步之遥了嘛。把它给用自己的节奏把它读出来而已。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写作。哦所以现在就有了很多时间来拍视频了。以后我就发现骑虎难下，这个自媒体的频道名字，嗯我不想再改了，因为反正嗯就用它用了很久了，就觉得就这么着吧，我就叫长期晕倒患者，我觉得也没毛病。所以我的自嗯媒体现在是很奇怪的一个状态，也没有赛道可言。有人问我你什么赛道，我说我没有赛道，我可能是公益赛道，因为我写作肯定是花了时间去思考。我自己认为什么东西比较有价值，我才会分享出来。分享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价值的，不然的话你没必要花这么长时间去写去说。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深圳报社做记者，1个月我就把工作辞了。因为别人给了我一个2000块的红包，让我把我的文嗯章稍微修改的有利于他们的形象一些。我当时是有经济压力，但是我年轻气盛，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就写嗯作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爱好，不能是挣钱的事儿，它就不嗯能，我就做不到，我不能让它成为一个挣钱的事儿。所嗯以现在拍视频的时候也一样了，这个毛病又嗯犯了。小哦红书虽然说我做自媒体才2、3个月吧，我现在全网粉丝有9000，但是我嗯做不到拿小红书的广告费嗯你让我播直播卖什么产品，我也不能够，也做不到。你让我开什么会员嗯那种什么 YouTube 有那个油管$9.99的会员账号，让把嗯我的某些内容藏起来，让别人付费才能看，这种嗯类型的事情，好像我感觉我也做不到。我们中文系的人可能这个臭毛病特别强烈，啊，导致我们在自媒体上虽然说粉丝量还可以，但是好像挣不到钱，所以我管我自己叫公益频道。嵇康是吧？敬畏对，风骨。对对对，就没有赛道。年轻的时候嘛，这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因为年轻嗯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搞钱，在搞钱，我没嗯，有时间去做公益，也没有时间去给别人拍视频。好，现在40多岁了之后，有了很多的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我愿意做视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它不挣钱，但是我在这儿的确是实现了精神自由，这个也没有说错。就我也是受益的一方，我也不嗯是纯粹给人家提供这个 benefits，我自嗯己一点都不受益，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我在小红书上发了好多视频，好多国内的网友跟我聊天，我在油管上又发了好多视频，发现国内的、国外的海外华人也跟我聊天。还有很多人要加我的微信，很多人要送我礼物，送我什么？有啊人送我花，有人送我吃的，有人送我了一个什么小音响哦说是可以帮助我学习怎么去做瑜伽冥想的，能够调理我的身体的。就因为我嗯说我身体不好嘛，他们就给我出很多的招。也有粉丝邀请我跟他们一块创业的，因为我聊了不少创业的事儿。他们就邀请我跟他创业，给我股份，那我是合伙人什么之类的，其实还是有收益的，只不过这些收益都是一些情绪价值会多一点，会让你觉得我还是一个，虽然我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哎，那精神自由这个词是在你 YouTube 之后又蹦出来了，
还是你是本着以它为目的再去做 YouTube？其实是做着做着蹦出来的。刚开始的嗯时候，我没觉得我是奔着精神自由来做的。刚开始我是上传小红书的，我觉得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没意识到我会有任何局限性。一直到我发了好几个视频，我认为没有什么敏感观点，我认为我也没有触及到什么不该说的话题啊，哪怕就是我聊了一个移民的话题，我的观点嗯都相对比较中立吧，我也嗯，没有说国内一定不好，还是国外一定就好这种你话。是相当中立啊，你还拿稻盛和夫的一段话出来劝大家接受对呀，现实。对呀，对呀，所嗯以我觉得我已经很中立了，但是我嗯在小红书上没有嗯上传成功。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了一种言论的一种怎么讲，说哎，我怎么就发不出来呢？我不嗯服，我去找小红书去申诉，你知道吧？嗯我申诉，我曾经成功过，我曾经有一个没上传成功，我就不服，我就去上诉，上诉成功了。移民的我上诉我就不成功，我就怎么都不成功。我后嗯来就接受现实了，可能国内的这些自媒体平台多多少少有一些自己的游戏规则，咱们只能接受，不让发就不让发吧，咱就别纠结了。但是呢，我通过这个事儿意识到，就可能我能够在海外自媒体上我能发的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蹦出来，觉得我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全世界范围之内，我通过自媒体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种自啊由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因为你可以跟大家有精神上的交流嘛，跨越了嗯互联网，通过互联网跨越了距离，产生了很多交集，这个还挺嗯。好的。我有类似的体验啊，我一开始就是打定主意是不在 YouTube 之外的平台去发的，因为我知道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是希望尽量的畅所欲言。但是呢，每次有些片子用精简完之后，他会问你要不要在抖音上也发一份。我记得有些我就点了，那等到我再过了很久，再点一次进去，我发现他说你上面一个视频发布失败啊，我也就再多点了几次，每次点他都说失败失败，就压根不让上传。那我再一看，我写的是30令吉可以在大马买到什么，就踩到了红线了。不是有人到处去拿100块钱人民币啊、50新币啊，不同的地方去拍嘛，以此突出各个地方的购买力是什么样子的。那 OK，好像他就会证明，这个人民币的购买力好像不太行啊，所以这个视频也不让发，也碰到过一样的事情的。那对对，我实际大概做了1年的YouTube 时间嘛，我大概很快，因为我一开始我找人咨询了一下，我大概了解他怎么看待做 YouTube，我很快就感觉说和你的想法是比较像的，他确实可以实现精神自由，但我的表述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做 YouTube 就更像是在做当代艺术。因为它主要是要展现一个人内心的浩瀚丰富的宇宙，看的人呢，加上我做的人，还有评论的人，大家又合谋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东西。所以我是留一些口子，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评论，把它变得更加完整一点。这一点上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说你是公益赛道嘛，其实我上回也跟你坦白，我觉得我不是公益赛道，我是希望做 YouTube 是有比较不能说比较强的功利目的啊，但是我是有对自己的一个期望的，我是希望在 YouTube 上是它的收益呢是能够持续并且快速的增加的，我有明确的讲法。做自媒体，我个人觉得啊，实现精神自由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某种程度上来说，等于是在创业。没错，然后没错，它是一个不需要合伙人的一个创业项目。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喜欢创业的人，因为创业它是凭你的个人能力做成一件事儿，会比较有成就感啊。我个人觉得咱们自己对于这个创业项目有不同的评价，比如说有人是靠挣多少钱来评价自己，有人是靠别人对你的认可，别人给你的点赞，别人给你的粉丝数涨得快不快来作为这个评价体系。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俩的评价体系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说，做自媒体它是对你的人的能力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检验，就是要像创业一样的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你一个人要成为一个队伍，你要做太多的事情，你要选题，你要拍，你要剪别人，你要被别人采访。你有一天，其实说实话，只要是创业的话，你一天忙不完的事儿要干。
这种状况下，其实也会让你实现一些精神自由，因为我们都说退休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你发现没人找你了。你只要一说今天我提前退休，你就像一个机关的老干部退下来了，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没有人给你要干嘛，所以是很搞笑，会让人觉得你离这个社会很遥远。其实自媒体就会让你拉近你和社会的距离，其实还蛮好的。我在我的身上啊是可以印证这2点的，我也把它作为一种创业，而且我跟我太太在做的第1天，我就问她一个问题，我们并且想好了，就我们做这个频道，那我们的使命愿景是什么？很多人把它做成了企业，像我们以前公司也是创业公司，你做成了企业，再请老师来，我会跟我们上一下什么叫文化什么叫使命，什么叫愿景，有什么差别，再把它给补回去，好像墙上必须有这个东西。那我们是想清楚了再开始去做，这个是创业。那你做的产品的本身，你有提到哈，那它也是可以有很强的一个收益的，只不过你把它当成公益，我觉得公益和不盈利是2回事。这国际学校也是公益机构，每家国际学校都声称自己是公益的一个组织，独中也是公益的，那他就是要把他拿到的钱全部用于他的再发展。我想把它作为一个有收益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更加容易制定目标和战略。我以前待过一个公益组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在发展中容易迷茫，容易找不到底有哪个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愿景，就哪把尺还能量出来我的灯塔还在那里，我接下来一步该去做什么，就这个很难。那第二个你刚讲的我也可以印证哈，尤其是我们到大马人生地不熟嘛，你照理说才来了1年，是很多人还会觉得很陌生的，他可能没有接触过多少人，去过多少地方，对这个社会了解多少。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通过做 YouTube， 哇，你就不得不去研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嘛，你要去接触不同的人，很多选题又会把我们带入到像政治经济原先在中国都不会去关心的一些话题。这个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讲的这些。对，我个人觉得做自媒体的这几个好处，都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说，我实现了精神自由，我觉得我在这儿说的不了的话，我去那儿说；或者说，我觉得我创业了我在这创业过程中我很爽。那至于我挣没挣钱，你不用管，反正至少我自己先爽了再说。这也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之前想过的，我在我人生40多年的过程中，我有2次猝死的经历，差一点点就感觉自己整个人心跳也没了，翻白眼了，抽搐了，我听你小便分享过，失禁了，什么之类的都出现了。所以有这2次经历，有时候我会去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突然再来一次晕倒猝死，我醒不过来了怎么办？我还没给我儿子留下太多的话，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要对他说，但是我还没有时间跟他说了。所以我觉得拍视频是有一些话我是想对他说的，我只不过把它放到了网上，分享给了别的年轻人。比如说职场经验，我有这么多职场经验，我如果在，我可以跟我儿子讲一讲；我如果不在呢，我至少给他留了一个视频，是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是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心理，就想给你的孩子留遗产。但这个遗产是什么遗产呢？一个当然就是你银行的物质遗产，还有一个遗产就是精神遗产。我比较注重精神这一块，我自不自由，精神遗产有多少？所以这个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其实做自媒体，我做自媒体，我可能不挣钱，但是我对我儿子肯定是有帮助的。你这个我就对你做公益赛道没有任何的意见了而且在这点上我就可以给你找到共同点。我也有类似的，就有一些身体的问题，是我总感觉前方有一个铃在叮当的在敲，好像我是可以听到一点的声音，就很多的人生决定，说为什么要停止工作，为什么要到大马来，为什么要我们还有一个创业项目，然后做 YouTube 我也把它作为一个创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觉得都是和感觉时间不多是有关系的对对我这点非常相似。我感觉我人到中年以后呢，我有很多的感受，我也见过我身边的很多人到中年的男男女女，大家普遍会有一点中年危机。
这个中年危机的表现不太一样。我见过很多男的，当他有中年危机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这个 clock 正在 tick， 我现在需要趁我现在还年轻力壮，我赶快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创业。所以我见过很多有中年危机的男的会出去创业。对，因为他要实现他这么多年打工一直没有实现的一件事情，他再不实现，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所以这个是可能会发生的。那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这种有感觉到，我的这个都不能叫中年危机，我的这个叫做是我感觉时间是多么的宝贵，我也感觉我的时间非常值钱。现在因为我不知道我哪天会再晕过去。所以说我要每一天的每一秒每一分都是很珍贵的事情，所以说我现在对于这个时间到了中年这个阶段以后，我就非常在意我的时间，我不太像以前那么愿意拿时间去换钱了。我以前没有这么几次猝死之前，我觉得我身强力壮，我脑子里面想的全都是搞钱，就没有别的。我儿子1岁我就去以色列出差1整个月，就是没有回来。我从以色列一回来，我儿子看到我手忙脚乱的乱蹬啊、乱踢啊，就很兴奋、很激动，因为我去的太久了，离开他太久了。我现在40多岁，我年纪，我想一想，我是怎么做得出来的？我觉得你现在让我离开我小孩1个月，你给我多少钱，我应该都不会干，真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愿意拿时间换钱。因为我有的是时间，我怕什么呢？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会觉得时间还真不一定啊，你想太多了，你真不一定有太多时间。所以现在我就不愿意拿时间去换钱了。无论别人怎么跟我说，你的什么所谓的财务自由，你所谓的什么精神自由，你都想太简单了。你什么将来保险公司倒闭了怎么办啊？不给你钱了怎么办啊？你的什么通货膨胀啊？将来什么多少钱？比如说你1个月存了27000块的这个所谓的养老金。这够你花吗？多少年以后你连菜都买不起啦，什么之类的，给我各种各样的举例子来跟我证明，说你这么快啊，这么早就提前退休是有风险的啊，是应该继续再挣钱，咱们就应该无穷无尽的这么挣下去。但是呢，就无论他们怎么说服我，现在都是坚持我自己的理论，时间比钱要值钱。没错，而且你要换一种顺序，用一种正常的方式先去享受生活。我常常看老一辈啊，比方说我的父母这一辈，有时候经过一些老年人的家里，我会留意到啊，他们的沙发上面都会盖着一层布啊。我问他们的理由啊，他说是这个做的沙发就不用常洗了，这样沙发一直是新的。所以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沙发做脏了以后再去洗沙发呢？我觉得老一辈的想法是很有一种，就是把重要的事情先把它给遮蔽起来。先怎么讲，就 beat around the bush， 先搞一些各种不重要的事情，再去做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是错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去做一些选择。但在你做 YouTube 的路径上面啊，我想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我的想法。我以前因为有过一段也监管这个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的这个经验哈，所以我就在想，当我们产生一些信息想要向外输出的时候，你看哈，文字其实它的影响力很大，但是呢，它让人看到以后，它进入大脑的那些字节的总数是比较少的。如果你换成音频又多一点，换成视频还会更多一点，所以它导致的结果就是视频让人的印象最深刻嘛。所以我把文字称为叫1D 的，音频是2D，视频是3D 的。那有没有4D 的？我觉得就是直播，因为它加上时间的维度。所以我有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时间还非常紧，都来不及去输出的时候，像你比方说不要脸说，像我们还比较能说，那我们可以先做直播有一个4D 的内容，你把它进行一定的压缩和裁剪之后呢，就变成3D 的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短的视频。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再提取出音频，或者再加以整理和精炼，补充一些素材之后，说不定它能够变成一篇很棒的一个文章。所以但我知道你已经有很多的文章啊，我的意思说，这可能又是你输出文章的另一种方式。你想到就说以后把它提炼3次以后，就又变成一个新的文章了。是直播我还没有尝试过
也许以后有啊，空有机会，闲得无聊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不排斥。对，嗯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文嗯章它是一维的，嗯是一个怎么讲呢？我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的，所以我很喜欢写作，我写的，OK，东西还都很长，但是我非常的理解你写一个那么长的文章，现在真的没有人有耐心要去把它看嗯完，嗯因为这个时代你可以消化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没有这个耐心，也没有这个嗯时间，也没有这个必要或者说你把它拍成视频的话，别人从你的表情，从你的走势，他还能够 get 到更多的信息，比这个文章更丰富的信息。那为什么不用视频的形式呢？这也是为什么嗯，我的小红书早期都是文字，你会慢慢哦，的发现，往上翻着，你发现就全都变成了视频。因为我也发现，嗯你发一个很长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嗯人有耐心把它看完。嗯。但是你发一个长视频，大家还是愿意看完的。对，对，因为人还是有一定的惰性啊。其实嗯我知道视频是这样的，当他看完30秒之后，他会愿意试一下能不能看到2、3分钟。但他看了2、3分钟，就有点像上海以前世博会啊，大家都去排德国馆。为什么有人愿意排8个小时？因为我觉得他排2个小时后，他觉得我再排2个小时，我就拍一半的时间了。那他排了4个小时后，他绝对不愿意再放弃剩下的。他那时候打定主意说，无论如何，我今天要进入德国馆。所以我觉得视频也是一样的，当用户撑过了前面几分钟以后，再长的视频他都会看完。而这不单单是我的，是世界第一网红 Miss Beast，他也是这么说的。OK OK，对，我觉得文字还是有很大的作用吧，但是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去看古文，难度确实对当代人的理解来说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不过它单比特承载的信息量，我相信还是非常巨大的。未来说不定谁可以阅读文字，那他就拥有了前嗯，2%人的像尤尔·赫拉利说的那种能力了。所以还嗯是要感谢自媒体，让大家又能创业，嗯又能够表达自己，又能够跟别人互动，其实是嗯一举好几得的一个事情。我以前看过纳瓦尔的一个本书，叫嗯做《幸福宝典》，然后它里嗯面其实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词，叫做杠杆。这个杠杆其实自媒体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杠杆。纳瓦尔嗯当时给说，他说你如果是一个普通人你生活中最应该去利用的杠杆就是你的自媒体，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的 content 放在网上，如果有人愿意看，其实这个是你最好的一个杠杆。你会通过它，你可能能认识很多很多人，你能够有很多粉丝，你会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opportunity。比如说有人 offer 你做合伙人，比如说有人想要采访你，有人想要跟你聊天，有人想跟你做项目，有人想跟你采访，有人就是 anyways 有很多 surprise 在后面。所以这个杠杆是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个人觉得我们自己做了自媒体可能会更有感触。你如果只是看那本书你说自媒体是个很好的杠杆好像你有感觉，但是你没那么强烈。但是你真正下手去做了自媒体，你就会发现你比如说我在我们行业里面认识很多人，我的微信上有3000号人，但是我做自媒体才2个月，我粉丝8000个，那是不是这个杠杆来得更快？好羡慕啊。是不是？对，是，就真的很快，你会发现原来自媒体这么强，你也没干什么，你跟以前一样，上班的时候你也是夸夸一顿说你做自媒体你也是夸夸一顿说，但是你最后自媒体来得快来粉丝的。没错，对，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杠杆的，比如同样做生意，如果我开一个档口，那他一家就只能支撑一个档口，他不可能让它变成连锁。而做自媒体是可以的，叫古人其实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说立言不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东西去影响更多的人嘛？也是让它具有千秋万代 scalability 的一种可能性。对，所以我最近这段时间都一直在想视频，拍一个关于杠杆的视频，因为我人生中我用过好几个杠杆，每次用杠杆我都是赚到的收益都特别的大。我在理财上面用过，我在保险上面用过，我在工作上用过，我在自媒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创业吗？创业也算用过。所以说每一次用到杠杆我都是受益的，所以我还蛮想说这个蛮有价值的，我要好好的拍一个关于杠杆的视频留给我们看。我非常期待啊，我也很期待你去做，因为我看过你之前的节目啊，
比如你啊，认为年金 annuity 它这个产品是对有用杠杆的，我今天对还跟 ChatGPT 对话了半天，才搞明白为什么这个里面可能会是有杠杆的。所以讲到这个，，OK，我就要调整一下话题。我们从 YouTube，我想我们就先讲一讲精神自由吧，就是讲一讲财 OK 富自由和精神自由这个话题。因为你解 OK，释了，而且你是全网很少有人去说的，我也很想再听一下。因为说实话，我嗯。我看了一遍你的视频，我没完全看懂。我也想跟你探讨，有可能我们会想法不一样，有可能会在某些新的点上能够达成共识，那这个将会非常有意义。OK，我先说一下我理解的精神自由哈，就是说没有东西可以框住我的思想，这个就是精神自由。用现在小红书上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人生是旷野"啊，这句话很人生是旷野，OK。流行。对，哎，这句我就没下话很流行载小红书，我都不知道这些。啊。OK，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嗯子啊，就比如说我高考的时候啊，很多嗯，人都告诉我，高考定终身很重要，这是一条千军万马独木桥，你要通过厮杀搏斗，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取得好的成绩。是，我当时就是我没有人教过我，但是我觉得我的脑袋还蛮自由的，我不相信嗯这句话，我不相嗯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能定我终身。我觉得人生就是旷野，我觉得有很多路我都可以走，我觉得我要踏出来一条自己的路，哪怕这条路没人踩过，只有我踩也 OK，我愿意自己去踩，我不愿意跟别人都拥挤的挤在同一条道路上，相信别人给我灌输的这个真理。我觉得嗯这个世界这么大，其实有很多嗯东西别人都不知道，就别人告诉你的真理，它未必就是真理。精神的自由，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喜欢没有啊，东西可以框住我的思想，是那种包括风现在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这种对对，傲娇哈。这是你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你的原生家庭也好，社会也好，老师也好，都告诉你高考非常重要。但是你有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你有的话，你就有一个你自己的小房子。沃尔夫说的，女人写作需要一间自己的房子。其实这个房子不一定要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套房子，你只需要你大脑里面有一个区域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永远都是独立思考，你永远都不相信别人忽悠你的，那你都不相信。其实你就是一个很独立的、很自由的人。说难听一点，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混得好不好，全看命。因嗯为我们也可以混得很差，因为我们头脑很自由，我们不相信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的话，我们就会选择自我奋斗。你自我奋斗就看运气了，运气好你就出来了，运气不好，你现在就怎么讲？你可能就嗯。做了一个很普通的职业，挣的钱又很少，你只是有一颗自由的头脑，但是你并没有所谓世俗层面的成功。但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开始就接受的。嗯你如果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你从一开始你就是接受的，就说你不要拿我的前途来威胁我，你不要告诉我说今天的高考我失败了，我就是一个 loser，我从此以后就起不来了。你不要告诉我这个东西，我不会相信的。我会去自我奋斗，出一条路来。如果我自我奋斗失败了，没有那些所谓的考了什么北大清华的，没有他们成功，我也认嗯啊，这就是我要的精神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我认为只要有价值，我就会去干。至于他挣嗯，不挣钱，至于他所谓的成不成功我不会让他来影响我，不要拿我的前途来绑架我，就是这个意思。你觉得精神自由和环境有关系吗？因为以你刚才高考的案例来说，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所谓坚强的人嘛，那他天然不受别人影响，他也即已经实现了精神自由嘛。而另外一个人，他如果受到了影响，他感到因此而沮丧抑郁，那他或许觉得他的精神自由是受到了说出这句话人的影响。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他要寻找一个没有人来告诉他这件事情的环境，他才能够获得精神自由。所以你觉得精神自由这种更多向内求的，还是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觉得一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我这么多年，我个人感觉我在国内相对比较奇葩吧。嗯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都跟我这个说，你在国内你怎么可能不卷？嗯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在国内我不卷，我就不嗯996，我嗯就不跟你拼高考独木桥，我就有我自己的活法。但是呢，他们有至少一大群人吧，都会评论说不可能，就在中国你必须卷，你卷你不卷不可能，你会嗯被你身嗯边的一堆人卷得起飞。
这个怎么讲呢？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太多的声音，主流的声音是最大的。主流的声音真的会影响到一大批人去相信你必须卷起来，你不卷起来你就没有活路。所以很多人是打心眼里相信这件事情的。那我那一撮比较奇葩的人，你外面的声音多大，你都大不过我里边那个小房间的声音，我小房间的声音比你声音大。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像内求的事儿，怎么说呢？可能就是说，容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的事儿。是，我觉得是个概率，在我理科的脑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概率，就说你淮北是不是就种不出橘呢？是不是只有橘生淮南才为橘？可能只是比例太低了，所以大家就说橘生淮南则为橘。而我也挺在意这个概率的，因为这个环境呢会更让人变得不舒服。所以我看起来的精神自由，我其实首先追求的就是身体自由。我觉得跟你的嘴巴、身体的移动你所受的教育，如果是自由的话，我感觉才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精神自由。我是这样去做的，也是这么想的。这可能也是我们出来的原因吧。你也有考虑过吗？但是错失了。对，我知道你们是有在上海经历起后来去的马来西亚嘛。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在疫情后2020年吧，有申请过这个2+，他当时可能申请的人太多了，就关掉了。23年申请过一次，他也是关掉了，也是我觉得是因为申请的华人的比例真的非常的高。也是关掉了。所以说我自己感觉哈，我是一个还蛮相信一个命的人，相信运气的人。如果一个事儿我已经操作过2次都没有成功的话，我觉得老天告诉我，我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我不一定非要吊死在这一条路上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倒也不是很遗憾没有去成马来西亚这样。但是我们现在 figure out 出来另外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路，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没什么不好。但是这个里面的好处就是它让我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它让我对它做了大量的调研。我只去了1次吉隆坡，我就已经产生了蛮大的兴趣，做了蛮多的调研，做了一些关于它的视频，关于它的理解。我个人觉得以后如果小孩的寒暑假有空的话，我们还是会带着他去马来西亚去过一些什么冬令营还是会去的。就不会说就不去，肯定是会去的。只不过现在我这个阶段吧，我更追求精神自由嘛，我不想让任何事情把我给框住。这个事儿我非给他干了不可，我已经没有这种思想了。能干就干，不能干，我觉得我有的是别的事情可以干，没关系。对。我们主要是之前不知道还有珠海这么好的地方，反而看了你讲的，听了你说的，才知道还有这样一片芳草青青、蓝天白云人的心情也常舒畅的地方。因为之前都没去过，也不了解。但是你也是一样，你虽然已经落脚了珠海，你也觉得如果有缘分，还是可以再去马来西亚，从旅行开始，再看机缘嘛，看命和运啊。对，我对国外的看法，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去国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学习一下别的国家的长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很强烈的优点和也很强烈的缺点。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特别完美的国家，很多时候你只有走到这个国家去，亲自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才能知道你在网上看的那些破视频、破音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是这个。某些地方呢感觉很好，但它像左的那种气息，让你感觉又好像世界大同起来了。对，尤其是如果你跟尤其是你跟错误的人去聊天，比如说你问的是移民中介，那他200%跟你说你要去的这个国家各种好、各种福利、各种你好，你就应该去，是吧？你得到了信息一个怎么讲，一个有偏见的一个信息。所以说我觉得对国外你一定要亲自去踩，你要去那边生活，你要去真正的了解当地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再做出决定。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我们根据我们在马来西亚亲自去体验的情况，我发现我非常喜欢马来西亚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人，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好，马来西亚本地的马来人也好，给我的感觉都是蛮善良的，甚至比较单纯，不像国内的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这么的怀有戒备，这么的就是说怎么讲，他们保留了中国很多传统的东西，他们身上又融合了一种马来西亚的气质。
所以嗯，说他们融合到他们身上之后，你就会感觉那个地方很有意思。马来西亚有个词经常会形容他们非常引以为傲的这种多元融合，就叫 Rojak， 啊，这种融合也叫罗惹嘛，水果都各种拌在一起，加点调料的，对就叫 Rojak。其对，实这种非常好的一种 Rojak，他们在这种是，过程中只发生了一点点很小的矛盾，但是我们国内很多人会把这个事情放大啊，觉得很夸张、很不能接受。那啊，更多的好的一个财产是，他们因此学会了非常好的互相尊重。而对且你看华人这边，他的好的那些传统，仁义礼智信啊，礼义廉耻都还是被保留下来，人就生存对在那儿。你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就特别舒服。我一直讲，对就有点像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觉得，哎，啊，原来古人讲的那些美德是这样的，就好像 对到了另对外的地方才开始理解我们身上被教导，但实际并不具备的东西是什么。对，是的，像反正你只有亲自去了，跟当地的人聊了天了，你才会感受到，大家虽然都是华人，但是呢，又好像台湾的华人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有点像啊，跟我们又嗯嗯，不太像，在美国的华人又有点不太一样，就感觉很有意思，就觉嗯，得全球你放眼来望的话，只有马来西亚的，台湾的这种华人身上这种腔调。没错，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的有亲近感的，你不感觉自己在一个怎么讲？你不感觉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你不感觉自己在一个会被别人排斥的地方，你会感觉像，也不能说到了家里那种感觉，但是你会感觉跟他很亲近，同根对。同源，很不一样。对对对，除了上面的亲近啊，其实我后面还想做一个节目，就讲一讲，没有任何一个人讲过马来西亚更加适合我们的原因，是那边的华人，他对你的态度啊，他对你作为中国人这个身份的态度，那个是你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有可能会更好了，因为对我们的护照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这么受欢迎的，我们对，难免要是的，背负身上很多其他造成的问题。那他们是，那这个比例也好，程度也好，使我常常觉得没有离开原先的家乡啊，所对，以是的。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感恩的，非常幸运的。这关于马来西亚，因为这边的人太友好了，他不会歧视你，他只会帮助你，他只会在你需要帮助的嗯时候，他就露了一下面，该帮助一下你。嗯，那有些人杠，他可能会说啊，马来西亚也有飞车党啊，马来西亚也有什么黑警，那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我就想说了，那哪个国家没有一点烂事儿啊？咱中国自己还有一点烂事儿，说不清楚呢。这个就看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好像都不在一个层面上可以对去辩解这些对事情哈。嗯对，说白嗯了就嗯是大家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这个世界嗯，上。但是哎，我觉得人活嗯着，你得选一个，首先精神上让你 comfortable 的地方待着。如果啊，你精是，神上你都是 uncomfortable，你精神上都是 every day 你都要 worry about who is on the street, who is going to shout at 嗯 you, 嗯。who is going to snap at you。那这个真的还是蛮可怕的。马来西亚给人的感受是非常好的，你不需要担心街上会有人 snap 你。是这样的，我再回到你刚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那个环节啊，我想了解，嗯，就你讲的精神自由和财富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直接来讲啊，嗯，因为我看了你的那个视频和你之前给年轻人的一些建议嘛，我觉得对，你讲的精神自由还是离不开先实现财富自由吧？可以这么说吗？是这样的啊，这里嗯面有一个 trade off，这个 trade off 嗯你的物质追求越高，你精神自由的时间就越少啊。你嗯愿不愿意拿时间去换金钱嗯啊？我个人觉得哈，这个分人。如果你是一个物质欲非常低的人啊，比如说我嗯现在这个年龄，我没有什么物质欲，基本上嗯我什么衣嗯服、包包。房子啊，包括理财，包括保险，我都不感兴趣了。我都已经该搞的，嗯在我年轻的时候都搞嗯完了。我现在就是在拍视频，在分享我的个人经验而已，并不代表我对理财还充满兴趣，也并不代表我对保险还充满兴趣。我拍了这些视频，只是因为我觉得对年轻人可能有一点帮助。我现在我吃饭都吃不了几口，平时我一日三餐一张床，剩下的时间都在看书啊、写作呀、拍视频啊、陪孩子啊什么的。所以我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我是充满赚钱的动力的。你只要告诉我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啊，我要去做，
就我不会管我们家里什么情况，我孩子还小不小，这些都没关系，这个都没有钱来的 priority 要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认为我要尽可能快的存够我的那 fuck you money，就是这个 money 对我来说，就是存钱才是 top priority。就是我现在退休了以后，我是一个 opposite。一个情况，现在对赚钱已经没有兴趣了。说白了，退休以后，我还碰到了一些以色列的以前的老同事、老的老板联系我，要给我介绍一些项目，想让我跟他们一块做，也给我股份，也能当合伙人。但是我一想到这个事儿要占我大量的时间，我就没有兴趣了，我就觉得我不愿意做这个 trade off。但是你刚刚提的那个问题，它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说，你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一定的财务自由，所以你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呢？我想回答你的答案是是的。我们不能这个怎么讲？你不能每天就想妄想自己精神上很自由，你就不上班了，那是不可能的。你要实现精神自由，你的前提条件是你的 fucking money 是足够的。你要是不足够，那是不行的。那是你不能就是非常的那个naive，直接就把工作裸辞了，就不上班了嘛。就你一定要把账给算清楚了，这个钱对你来说够不够啊？对我而言，我觉得很多人他都搞不清到底多少钱对他来说是够的，搞不清。要么就是他根据自己想象，他想了一个天文数字，就没有这个数字我就退不了了。要么就是根据他的想象，他想了一个很少的数字，好像到时候一生病或者家里有个什么事儿，马上这钱又不够了。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我鼓励大家用逆向思维去算你自己到底需要多少钱来退休。你根据你的物质的需求，你要不要买爱马仕？你要不要买房子？你要不要出国？你要不要移民？你的小孩读不读国际学校？你把这些东西全都算清楚，你是能算出来一笔你到底需要多少钱退休的。就只要你的物欲低，你那个数字并不高。如果你的物欲很高，那我说难听一点，你这辈子就别退休了，就好好干吧，接着干，就接着挣呗。就说白了，有时候我跟我老公开玩笑，我说你们合伙人大股东嘛，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那人家都是北京的大佬，那我们小股东都不能跟人家比的那种。之前我评论里面有人开玩笑说我是珠海的大佬，我就回答他，我说珠海没有大佬，大佬都在北京，真的。北京的大佬他已经实现财务自由很多年，他又没有孩子，那我就想问你一句话：这个钱挣了要干什么？这个大股东就回答过我这个问题，无意之中还是有意之中，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就透露出来说，这个钱他将来是要开儿童福利院的。OK， 那他有他的追求在。对，所以我就发现一个真理，就是当你 figure out 很大一笔钱，这笔钱你此生都用不完的时候，你最后的落脚点就是做公益，因为你没有别的更好的事情可以做，你那个钱你一个人你也花不掉。对，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的钱没有这个大股东那么多没有多到像他那种大佬的程度，但是以我的物欲而言，我完全可以实现做公益。我完全不 care 我能不能挣钱自媒体，对这个心态。那像回到你最早举的这个例子哈，一个不想被家长来指责说你必须要考什么大学才能够成功的一个青年来说，他是显然的还没有实现自己在财务上的充足的准备嘛？那他是否就不能拥有精神自由？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我之前不是有提过说，精神自由其实更多的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自己的小房间，这个小房间是你自己的独立思考，你有这个独立思考，你就拥有精神自由。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精神自由混合了财务自由，等得出的一个答案是，你可以躺平去做跟功利相关的事情，而不是做跟赚钱相关的事情。这是两件我觉得还不太一样的事情。精神自由，你年轻也好，你老也好，你这个有钱也没好，你没钱也好，你其实都有一定的精神自由。但是你想说你彻底的实现那个100% 精神自由，全然的完全全然的，不管我到底做这个事儿挣不挣钱了 ，I don't care。你要做到这个水平，你必须是保证你家里人的物质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不负责任的说。我喜欢100% 精神自由，那么我就30岁退休。那你的小孩读书怎么办啊？你小孩将来
你家里人要养老，要干嘛的，你的钱都没准备好，你怎么能够不负责任呢？对吧？空当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之间，程度的问题。对，空当之间啊，有些人给他发明了一个词叫 mini retirement，我可能不能撑到80岁、90岁，或者等到我挂了这么多钱，但是我感觉撑上5年、10年可以，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花1-2年的时间，再重新去调整方向，来规划他的这个下一步？好像他找到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地带嘛，有这个说法。然后你刚刚讲了2种情况啊，所以限制了他们自己去追求一定的财务自由。就是我发现还有第3种情况，就是他的这个理解的框架很有可能是框住了自己这个思考。比如说啊，很多人像我太太喜欢看短视频，她就发现国内很多短视频普遍的一种情况是，他在老家买了房，然后呢，自己在北京或者上海一直在打拼。现在要把老家的房，如果想要去卖到的话，加上利息，他一算，那个房其实始终没有涨过价，他一直手上是亏的。或者他为了小孩子，那他得要在北京啊这些大地方还得要再换个房，所以他始终生活在一个循环、一个智库之中。那根本原因是认为他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房。还有很多人，比方说他的消费习惯，他的消费习惯使得他始终比较高，这又是另外一个陷阱了，那就是赚得多花得更多，所以他也不能存下一个什么钱嘛。你说你之前都是非常节省的，就是为了有一个一定的储蓄率嘛。我其实也特别认同这个目标，因为你的理财能力使你本事高到，比方说别人年化15%，你能到20%，那就很难了，你超越巴菲特了。但你如果省下那么几% 的钱来供自己生活，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那比方说我们到马来西亚也是这么想的，比上海花费我想要少1/3。这个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哎，好像我的这个 free time 再加上1/3，差不多可以算到我们非常非常老了，我觉得就可以了。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就买东西也好啊，做什么决定之前就是要看性价比。就有些东西性价比其实是很低的，比如说拥有5个爱马仕，我曾经算过，5个爱马仕花我100万，我很大的概率是会让他们吃灰的，因为我不喜欢背包，爱马仕特别重。如果你要背着这些很重的包上街，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它性价比就会特别低，因为它99%的几率是吃灰。我不知道我要买它干嘛，所以我就非常理性的，哪怕就是我的工资很高，我也不买爱马仕，我就能够把我的钱存起来，能够去花在性价比更高的事情上面。对，我个人发现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其实它背后是有个知识体系的支撑的，而这些东西是在我们从小的教育当中是缺失的，不论是社会的家长还是学校的，都没有人来教你。我是自己到了马来西亚闲下来没有事了，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学 CFA， 就发现原来讲的金钱的时间价值是这么回事啊！你不停的公式都去算一遍，真正的理解了利率之后，才会了解，这个一切是可以被理解、可以被规划、可以被计算的。不然我觉得可能你讲的很多人准备很大的数字或很小的数字，是因为他都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计算，他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解问题，他会认为这是个不可解问题，那他没有安全感，始终在努力赚钱，或者他心太大了，这也会有啊。对，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点特别好，可能对很多人而言，他到底钱怎么花，花在哪里，他没有学习过，他只是跟着这个社会的主流，在被直播间的那些人洗脑，说啊，这个东西赶快下单，你不下单就没有了，一下给他吓得赶紧下单了。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你需不需要？你不要被人家一直播一吓唬人就买了。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你要是真的觉得你需要，你趁着这个直播间便宜的时候买，我觉得这没毛病，没问题。但如果你并不需要，你只不过是闲得无聊，躺床上没有事儿干的时候，你瞄了一眼，你被他吓唬住了，你被他说的那种话，因为直播全都是有话术的，比如说最后5分钟。啊，这个东西你不下单就没有了啊！最后这个3个订单没有支付啊，我把它拿回来，需要的同学再拍一下。你这时候一看只有3单了，你可不就着急下单了吗？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套路的。其实你过2天再去看这个玩意儿，其实永远都能买，全都是套路。那你能不能够有一定的定力，能够不要被这些东西给框进去？这个需要你有一定的自己的精神空间，是你属于你自己的，别人不会影响到你的。如果你大脑里面没时间去思考，每天都是被外面的信息轰炸你整个大脑，
那你就是被人拎着鼻子走，在社会嗯上别人指哪你就打哪。你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呢？你活到这个世界上，你来一趟，你是想要干什么？你完全忘记了，你只知道别人都干嘛，我就要干嘛；别人都买房，我就买房；别人都结婚，我就结婚。那这个你时间不够，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概念很好。自从你退休以后，你有了时间，你就开始琢磨这个，琢磨你开始研究。这种感受我跟你一样，我很多东啊，西都是退休以后琢磨出来的。因为退休之前我也很忙很忙，嗯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现嗯在退休以后，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有很多深度思考的时间，你会更加的能够感受到那些没有时间的人，他在很多决策上面，他未必那么的明智，但他自己应该不知道，他应该没有意识到，他觉得他可能做的这件事情还挺好的，今天买了一个便宜货，很开心。可能大家站到了不同的空间啊，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嘛。你可能跳出来看，又会有只能说更不同的一种维度和判对断。我前两对，天看到一个数据哈，就是大马在青年，就15到24岁有550万人。那在2020年呢，他们称为叫尼特族，就不就业也没有就业的意愿，不参加培训，不去工作。这就排除了失业率了，因为失业率是你要在他们叫 actively seeking a job 那个才是会计算到失业率当中。那这样的人有多少呢？有76万，那还是2020年。所以就有人说啊，你怎么去关心我们大马青年？我说你自己看看，这人是不是挺多的呀？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青年，那你看我们如果能说出一些价值的话，这里就会算。他来问你说，我非常想要去实现未来的精神自由，又有很好的财务保障哈，让我能实现那种100% 全然的哈，这个 forever lasting 的这种精神自由。他现在开始该做一些什么呢？你会如何建议呢？首先就是努力工作，这个肯定嗯他没毛病。你只有努力工作，你才能够在职场上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嘛。职场是一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给老板带不来价值，你还想拿高薪？老板都不傻，他不会因为你是北大嗯清华的，他就给你高薪的，他一定是要你给他赚钱，给他带来价值才可以。所以说呢，在职场上，我觉得年轻人，我觉得哪怕你稍微卷一点，努力，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因为毕竟还年轻嘛。但是呢，你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第一，这个是我的第一条建议。因为我发现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呢，还是不够明智，他会怎么讲？他会透支自己的身体去工作。嗯嗯嗯嗯嗯那这种人其实是不值得的，因为你透支了身体之后，你可能身体一个什么不好，要么就是办公室你什么猝死了，要么就是得了个什么癌症了，要么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你挣再多的钱没有用的，就健康才是第一，你没有这个一，你后面这个再加多少个零，它也不好使。所以说，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努力归努力，但是你一定要还是身体健康的，要保第嗯一。身体没有，那你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用。第二个建议，如果想要100% 这种全然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不想去 嗯 worry 什么东西，那我觉得你需要杠杆啊，用一定的保嗯，险。有人在我评论里面说我是卖保险的，我看了他的评论，我真呃的非常的无语，因为我都讲得很清楚，我已经退嗯休了，我不可能去卖保险。但嗯，是我为什么会建议年轻人去买保险呢？因为保险是一个你越年轻的时候，它买起来越便宜的东西。对啊，我然就很后后你悔。就很奇怪，我们建议嗯别人买保险怎么的，我就成了卖保险的了。嗯，对，我就特别后悔没有在30岁以前买，我是在35岁以后才开始买。对，因为你30岁以前买，你的重疾险都便宜很多，因为你便宜很多。年龄越嗯大，你买的所有的这种，你比如说我买意外险，我每年那个价格我就看它在往上涨，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嗯大，我的重嗯疾险的钱就是越来越贵，意外险也是，住院医疗险也是。每年都在往上涨，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最近在网上还拍视频，推荐大家去买那年金险，保证你能够对冲你的长寿风险，保证你在将来不管你活到90还是活到105，你都能够有钱可以拿，你都可以嗯活下去，你不至于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当年算的所谓的财务自由没算对啊，你的本金都花光了，你人还活着。你嗯90，你高寿，你还没走，那你怎么办呢？你这时候就傻眼了，是吧？所以我建议大嗯家去买嗯嗯年金险。我有几个粉丝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一个呢非常听劝，他呢跑到他听完我的视频当天，他就去买了一款年金嗯险。
他在60岁的时候一个月能发11000多，再加上社保，他一个月可能有15000，也就是说，无论他活到多少岁，他起码15000兜底他是有的，他就不需要 worry about what if， 对吧？他长寿怎么办？这个问题了，你把这么大一个担心 move away， 你整个人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件事情了。我说难听一点，将来15000虽然发不了财，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生活质量，哪怕你通货膨胀了，叭讲一大堆，能吃饱，那你吃口饭你还是可以的。可以的。你讲的我今天特地去学习了一下，它的意义确实就是对冲你可能可以活很长，因为有些人会走得早，对，它有个叫死亡池嘛，你可以把别人给你接着可以养老。以如果是3%的通胀率来看的话，即便是15000，我估计哈，等到它30年以后吧，它可能还相当于要有4-5千。那如果5%的通胀率的话，还有2-3千，所以我说是吃得饱，可以达到这个水平，那应该还是非常不错。对，所以我说的精神自由，起码你知道你有一口饭吃，你不会在这个社会上你不会饿死。其实说难听一点，现在你一日3餐一张床的情况下，你只要不饿死，你精神上是自由的，你还是很快乐，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假如有些人不同意，有些人觉得说啊，你胡说八道，说我什么20年以后、30年以后，一个月15000是吃不饱饭的啊，我会饿死。那或者说是我觉得生活质量不行，那你完全可以再加 buff， 你可以再加到一个月15000不行，那你就再努力加到3万，那努力加到5万，这都可以。他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我不需要去像别人一样理财理出来1年10%，一年8%，我没有这个奢求，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是精神自由，我需要的是我完全不需要 worry about money 啊。我们到大马的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快就全家人的所有的重要的保险，重疾、住院，还有意外，我们也都买了。对，我跟你有类似的一个看法吧，我觉得这可能要加上一个保障，你要确保你做什么都是不会走到那红线以下，给到自己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这就是一个消费观。我的消费观是，我可以什么爱马仕奢侈品我都不要，但是我需要年金险，我需要给我儿子传一笔3.6的产品，我可能需要买高端医疗，因为我不想在医院里面费那个劲啊。他又要搞清自己的目标，但是你了解自己，往往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个事情。所以苏格拉底说 "Know yourself" 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情。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精神自由。那它本身就是可以持续的，我们可以一直去探讨，长期的去宣传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倒觉得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好，谢谢。没了，我觉得挺好的，正好1个小时吧。行啊，那咱们就可以到这儿。好，谢谢。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停止